俄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宣称，俄方对与所有国家深化军事技术合作持开放态度。那么您对此如何看？ 俄罗斯现在希望和所有国家呢深化军事方面的合作呢，首先这是他不得不做的选择，因为其实俄罗斯就是想合作，他合作的国家，他合作的对象呢也还是在一个范围之内，因为西方对他的制裁是非常猛。那么俄罗斯很希望和其他国家深化军事方面的合作。那第一，这对俄罗斯来说可以真金白银的进账。眼下俄罗斯打仗非常缺钱，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够借包括这次军队2023这样的展会，或者呢还有类似莫斯科航展这样很大型的军事展会，它可以向全世界来推销它的军火。在过去几年，俄罗斯每年的军火收入其实对于它国家的 GDP 还是一个很大的支撑。那么第二点，其实呢就是为了它和北约和西方整个世界要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你想想过去冷战时期，那么苏联也是向很多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来出售军火，这样呢这些国家对于俄罗斯，对于现在的俄罗斯，对于当时的苏联，它就会有一种依赖。你哪怕想离开，考虑到你军队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制式，你都离不开。所以俄罗斯也在利用武器装备，利用军火呢，在搭建自己的小圈子。第三点，现在俄罗斯对于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呢，非常的看重。你比如说，印度现在很愿意买俄罗斯的军火，包括越南，在这方面，俄罗斯愿意是主动出击，主动去攻关，拉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这跟俄罗斯外交呢，今后它更多的要向东看，也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点，现在俄罗斯跟这些愿意和它进行军事合作的国家搞军火生意，那结算的时候很可能还要去美元化，这也是绕开美国对它制裁的一个现实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举行的同时，俄罗斯军队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也在莫斯科州爱国者会展中心开幕，近1500家企业将展示约28000件军民两用产品。俄国防部计划签订价值超过4330亿卢布的合同。俄总统普京在视频讲话中强调，俄方对与所有国家深化军事技术合作持开放态度。普京称，这将有利于构建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全球安全体系。俄罗斯消息报道称，在论坛期间，俄方将展出俄军缴获的北约战利品，包括德国豹式和法国 AMX-10RC 坦克、美国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等。一些国家不断宣称俄罗斯的这种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在战场上表现不佳，一些媒体也在不断的渲染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武器装备出口和对外军事技术合作上遇到了困难。我想，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说，挤占俄罗斯在国际武器市场上的份额。当地时间15号，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在莫斯科州爱国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阿盟和非盟等8个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会。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这是李尚福任防长后第2次访问俄罗斯。访俄期间，李尚福还将会见俄罗斯等国防务部门领导，此后将前往白俄罗斯。世界卫视注意到，中国国防部长应邀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并作主旨演讲，是中国军事外交的惯例性安排。今年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主题为多极世界下的全球安全现实，将分别讨论亚洲、非洲、中东、拉美和欧洲等地区安全问题，并就各国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下加强合作，以促进全球和地区安全与稳定等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频致辞中强调，俄罗斯愿意与所有寻求保护其国家利益和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一道，深化平等科技伙伴关系和防务合作。普京表示，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体系至关重要。были и остаемся твердыми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оустройства,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приоритете норм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равен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озидатель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доверии. 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开幕演讲中表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人、肆意干涉他国的内政、霸道的做法，正引起国际社会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这些错误的行径，剥夺的是别国应享有的发展权和自主权，是造成世界动荡不宁的乱源和祸源。李尚福还在演讲中强调了台湾问题，他警告，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统一是历史大事。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妄图以台制华，必将以失败告终。近年来，国际局势风高浪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感受。李尚福呼吁各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抵制为所欲为的强权政治，共同抵制全球伸手的军事霸权，共同抵制不择手段的遏制打压。中方也将同各国持续加强军事安全战略互信，加强安全合作平台建设，并加强专业领域的务实合作。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始于2012年，联合国吉安组织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一直派人参加。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西方拒绝与会。观察指出，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对标的是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但不同的是，前者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军事交流意味更浓。当然，这个就是李尚福国务委员兼防长直接出席这个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这当然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同行进行这种当面的沟通与交流，也更有利于中国与这个与会的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门之间进行这个直接的沟通与交流。4个月内，李尚福再次访俄，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俄罗斯是李尚福就任中国防长后外访的首站。李尚福曾于4月中旬对其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俄防长绍伊古陪同李尚福到克里姆林宫与总统普京会见。当时会见的气氛十分融洽，普京称呼李尚福为亲切的部长。俄方的外交语言通过一张桌子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的这张椭圆形桌子长度为6米，最宽处约为2米。当会见与俄罗斯不友好的人士时，双方分坐桌子长边的两端，交谈距离达到6米。而李尚福、普京和绍伊古那次呈等边三角形对坐，3人之间的距离在2米左右。中国和俄罗斯共同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然这种高水平的合作，这种密切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关系保持稳定，也有利于双方共同维护欧亚地区保持安全和稳定，也更有利于世界。7月初，李尚福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7月20号至23号，中俄北部联合2023联合海军演习在日本海海域举行。演习结束后，双方稍事休整，又展开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最远至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海域。美国和日本对此十分紧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消息称，中俄海军舰艇编队舰艇经宗谷海峡进入鄂霍次克海时，日海上自卫队派出舰机进行跟踪监视，而美方则派出4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1架 P-8反潜巡逻机应对。14号，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再次就此事作出回应。中俄两军合作公开透明，旨在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与一些国家抱守冷战思维，大搞阵营对抗，处处霸权霸凌的做法完全不